从去年的10月开始，马来西亚很多国际连锁品牌被当地的民众抵制，甚至呢还传出了肯德基有超过100家的分店被抵制到暂停营业。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马来西亚抵制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喜欢吃肯德基吗？在马来西亚，肯德基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素食连锁店之一，分店的数量呢，甚至还是东南亚第1名。但没有想到，在去年开始呢，本来大受欢迎的肯德基却遭到了当地民众，尤其是穆斯林的抵制。近期甚至还有报道指出，肯德基因此出现了倒闭潮，超过了108家的分店关门大吉。而且其实不只是肯德基包含了马来西亚的麦当劳、星巴克、达美乐、汉堡王等国际品牌，也同样受到当地人抵制，营业额大幅的衰退。而抵制的原因呢，居然跟以哈战争有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什么一场遥远的战争会造成马来西亚的连锁店倒闭？他们为什么要抵制连锁店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马来西亚这一次的抵制潮的起源呢，需要从以哈战争开始说起。其实自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爆发之后，抵制活动就一直都存在。像是最有名的巴勒斯坦组织 BDS， 他们从2005年呢就开始活动呼吁各国抵制有以色列或犹太背景的企业，对于以色列发起经济战。而且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呢都明确的表态支持以色列，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呢也被视为是帮凶之一，变成他们抵制的目标。在去年底以哈战争再度激化之后，这个抵制的浪潮忽然开始在世界各地亲巴勒斯坦阵营当中再次的兴起。比如说呢，在战争的初期麦当劳曾经为以色列士兵提供了超过上万份的免费餐点。消息一出，麦当劳呢马上被西亚还有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强烈的抵制。后来还有星巴克汉堡王、可口可乐、普马等等不同的美国企业，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遭到抵制。而这波浪潮呢，也很快的烧到了数千公里以外的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马来西亚长久以来都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像是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是合法国家。马来西亚人的护照呢，甚至会标注说本护照除了以色列之外全球适用。而在这一次的以哈战争激化之后呢，马来西亚政府也是国际上面最大力表态挺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不只是捐钱支援而已政府呢还在全国的公立学校发起声援巴勒斯坦州，禁止挂着以色列国旗的船停靠马来西亚港口，甚至连官方的伊斯兰管理机构也发文呼吁民众抵制以色列商品。而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呢，民间的抵制浪潮也来势汹汹。马来西亚当地人尤其是穆斯林族群，去年底呢就透过拒买的方式，对很多家国际连锁品牌发起了抵制行动。他们在社群上面流传一份抵制清单，上面有超过100家的品牌，而且还会定期更新，提醒民众要避开这些支持以色列的企业。参与抵制的消费者呢，会照着名单在社群上面 po 自己今天买的东西，炫耀自己的购物车很清真等等。而有些咖啡厅也宣布停卖雀巢旗下的饮料，改卖本土品牌。还有很多的穆斯林网红也参与声援，在 IG 抖音FB 等等社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的抵制方法，要怎么样找到替代的选择等等，变成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网络串联运动。甚至还有部分的地区的星巴克跟麦当劳分店被人涂鸦喷漆，写上背个解放巴勒斯坦的字眼。而且不只是国际品牌而已这个抵制浪潮进一步的延烧，也不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品牌也遭殃。比如东南亚最大的轿车平台 Grab 呢，他们的公司高层的亲属在 IG 上面发表了疑似支持以色列的言论，也被马来西亚民众号召抵制。还有马来西亚知名的咖啡品牌 Zeus 因为名字跟 logo 跟希腊神话的宙斯 Zeus 很相似，被质疑违反了伊斯兰精神，被部分的民众抵制。类似的案例还有非常非常多，但这样的抵制行动真的有效吗？某方面来说还真的有。根据报道，马来西亚麦当劳呢，在抵制浪潮开始之后，当季营收就损失了超过100万美元。还有马来西亚星巴克呢，在2023年底2个月的净亏损就超过了890万美元。
另外，还有在4月的时候，马来西亚肯德基宣布会暂时关闭108家分店。虽然他们的声明表示说，暂时关闭分店是因为经济环境不好，需要降低营运成本。但外界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肯德基呢可能是扛不住抵制行动带来的影响，才决定暂时关闭这么多分店的。而为了应对这些抵制潮企业们也开始努力的改变品牌策略。像是马来西亚肯德基在去年底呢，就试图让网站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同时也不停的对外强调说，马来西亚肯德基的代理商 QSR Brands 是在地经营的马来西亚公司，用了超过3万名的马来西亚员工，其中呢还有86% 的人是穆斯林，跟以色列无关。再来，还有像是马来西亚星巴克负责代理的 Berjaya 集团呢，也公开了呼吁消费者停止抵制，很表示抵制行动并不会伤害到美国总公司，反而会让马来西亚星巴克当地的经营者跟员工的权益受损。而马来西亚的麦当劳手法更激进，直接把人告到法庭上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来西亚麦当劳控告发起抵制的组织 BDS Malaysia， 控告他们在社群平台上面宣传麦当劳跟以色列有勾结的消息是虚假和诽谤言论，向他们求偿超过120万美元。不过，根据目前的消息呢，双方已经在3月完成了条件。马来西亚麦当劳表示会撤回对于 BDS Malaysia 的告诉。但无论如何，从这些企业们的回应跟营收来看呢，这一次的抵制行动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看起来是马来西亚民众的胜利。不过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国内也有不少反对抵制的声音。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种族跟宗教非常多元的国家，有些观察认为这次的抵制浪潮主要发生在穆斯林族群当中，其他族群对于抵制的参与程度不高，甚至还抱持着反对态度。他们担心被抵制行动牵连的企业呢，很多根本就跟美国或以色列无关，这样子的抵制根本没有办法对巴勒斯坦带来帮助，而且再这样下去呢，不只是造成员工失业还有可能会吓跑外资。另外，也有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担心抵制行为会破坏马来西亚的经济，公开的反对抵制行为。除了国内的政府官员美国驻马大使凯根也表示，人民有权利以和平抗议和抵制行为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一次的抵制行动无法影响以色列或美国，反而会伤害到部分马来西亚员工的权益。不过，面对这些拖垮经济的言论支持抵制的民众认为说，拖垮经济的真正原因其实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失能，不能够全部都怪到抵制行动上。那进入观点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期，请记得按下订阅。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因为我们团队成员当中呢，就马来西亚人，所以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访问了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看法，发现大家对于这次行动的看法真的是蛮复杂的。一方面呢，是因为马来西亚跟以色列没有建交，也没有贸易往来，很多被抵制的企业其实也都是本土代理在经营。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次抵制能够发挥的效果其实非常的有限，所以让目前已经有点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正是因为在外交上面能够做的事情不多，这种消极抵制已经是他们最能够表达自己立场的行动了。这种用消费去支持自己相信的价值，把世界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本身已经是很和平的发生方式。而且这次抵制呢，很大程度是靠民间自主串联，虽然还是有一些混乱跟错杀无辜的状况，但大家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方式，还能够持续个大半年，甚至还有机会带动本土品牌的发展。那就算无法对于以色列或是美国造成实际的伤害，行动本身也已经很有公民社会的意义，非常的让人佩服。不过，因为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中间还有很多宗教、政治跟种族相关的讨论，今天都没有办法详细的讨论到。所以，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很欢迎你在留言帮我们补充跟分享哦。另外呢，也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的抵制行动还没有结束，新的名单还持续在增加当中，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观察。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马来西亚的抵制事件呢？我觉得很可以透过拒买的方式表达支持是很和平的方式。我觉得不太行有些被抵制的企业又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也太冤枉了吧。所以我觉得行动本身很有意义，但做法上面可能需要调整，才能够降低误伤的风险。第7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抵制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以哈战争懒人包以及以巴冲突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